盘点宝可梦里现有的3大对战机制。1、超进化。超进化是第6世代出现的对战模式，也是对战系统中最大的革新。自此之后，每个世代官方都会设计新的系统来丰富对战。尽管超进化已经算是过去式，但怀念它的玩家和观众依然不在少数。超进化最大的特点，除了能够增加100种族外，还能让宝可梦的外形和特性，甚至是连属性都发生改变。所以这几乎是对能够超进化的宝可梦们推倒重做了一次。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喷火龙和超梦，因为它们不仅有超进化，而且还是2种，这就让人觉得对那些只有1种超进化的有点不公平。但是最不公平的还是大部分没有超进化的宝可梦。要知道，在几百只宝可梦里，拥有超进化的不过只有那46只，也就是说，在当时的游戏环境，大部分强的也就只有这些。当然，超进化宝可梦里也有不少很拉胯的，就比如烈咬陆鲨和差不多娃娃，也有强到被关进小黑屋的超级路卡利欧，被削弱的天空之翼、超级暴飞龙等等。不过有时候还是有例外的，像是第6世代的烈剑鹰、第7世代的四岛神也都很强势。总的来说，超进化很帅很强，如果刚好喜欢代兽这样的宝可梦，那超进化无疑是最好玩的版本。只可惜超进化没能继续延续下去，导致现在很多玩家都认为这些被选中的宝可梦大多数都是被偏爱的。虽然超进化有让大嘴娃、长耳兔这样的冷门宝可梦翻身，但这毕竟是少部分，所以到了后来这些福利也都趋向于全部宝可梦。不过超进化也算是一次不错的试水了吧。2、Z 招式。Z 招式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非常中二的台词以及比较社死的动作。当然推出 Z 招式也不难想到是官方为了游戏平衡，因为比起限定宝可梦超进化来说， Z 招式主要分成了泛用的属性 Z 招式和专属 Z 招式。就比如说，只要会电系招式，那招式就会变成终极福特狂雷闪，但要是换上智皮机，就会变成专属的千万福特。只不过这些专属 Z 招式都有不同的附带效果，所以正常来说肯定是比普通的要强的。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给所有的宝可梦都有了发挥的空间，而且 Z 招式也是能够穿过保护造成伤害。不难看出，后来的极具化招式也是保留了这个设定，但缺点就是除了伤害就没有别的附加效果了。3、极具化。极具化是宝可梦剑盾最新的对战系统，主要特点就是血量翻倍，以及每种招式发生了改变，且附带不同的效果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极具飞冲了，毕竟飞冲的效果能够让场上宝可梦提速，所以基本上能学飞行系招式的都会带上飞冲。除此之外，别的招式也都有不同的附带效果，像是极具闪电能开电场，极具火爆能开晴天。总的来说，比起 Z 招式又丰富了很多，带来的全员福利也不仅限于伤害上，而且再加上3回合的限制，对所有宝可梦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。当然，剑盾也有专属的超级巨化，而这些宝可梦除了招式效果不同外，其他还是没什么改变。不过这些招式有强也有弱，像是初代E3加的就非常强，但弱的也有像铝钢龙的那样只减招式次数。而且就按现在的双神战版本来说，超级巨化带来的影响并不算大，常见的也有只剩下初代E3加，大部分都是极巨化。但要是在之前非神战，大部分超级巨也都是有效果没伤害，就比如超级巨光旋律附带极光幕，超级巨天道七星是全场中立，卡比兽和铝钢龙就不说了，甚至还不如普通的极巨化，所以这样来平衡游戏还是能够接受的。当然神兽之间的平衡那就得另当别论了，毕竟苍响和雷冠王是真的太超模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模式，毕竟对比起超进化来说，极巨化毫无美感，再加上有点动画的因素，所以到现在超进化和极巨化谁好谁差，一直都争论不休。出于私心，我当然是觉得超进化要好看，但如果要排位对战，我还是希望极巨化环境，毕竟在这个环境下，大部分宝可梦都能够有机会出场。但如果有第9世代能够将超进化和极巨化的优点结合一下，那就完美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。那么你们喜欢这3种机制，还是还没出的大进化呢？